萧望舒这些日子也顾不上其余产业，重心全部放在了购粮运粮上。眼瞧着边关粮草再次吃紧，萧望舒的商队却在运粮进京的过程中屡次遭遇劫匪抢劫。敌是有多大胆的匪徒啊，胆敢抢劫军粮，有这个胆子在这时候拦截我的粮队，不是政敌就是外敌。我的商队已经插上了户部的官旗，什么匪徒敢在这种时候拦截朝廷押运的粮食？如今粮草被劫，实在是有些棘手。四妹，你将商队行进路线给我吧，我派兵前去追回。我的商队太多了，军粮逐队追回来实在是太慢了，父亲那边等不起的。四妹的意思是，关口漏过去的那些粮商，裴老军师他们查得怎么样了？有结果了吗？滑得很，断尾逃生。我们还没摸到他们老巢的时候，他们就抛下所有被抓的同伴，带着粮草转移别处，还有些直接烧掉粮草跑了。哪有时间再这么耗下去？二哥把能发现他们踪迹的地点在图上都标出来吗？我瞧瞧他们是想走哪条路离开魏国国境呢？你随我来。西北边关，两军已经停战3日，因为粮草都不足了。由于鲜于部落没有明确的州郡县划分，萧红占领的领土无法划分个大小出来。他只知道他在边关这半年时间，约莫从鲜于部落夺下了4座郡城那么大的领土。萧红本欲乘胜追击，但粮草之事让他心中也没底。如果是南方藩国的城池，他现在肯定已经率军进攻敌城，不会有丝毫迟疑。在粮草问题显露出来之前，他们只要能攻破敌城，就能直接在地方城池内掠夺粮食。但这里是西北部落，旷野之地，他一旦率军深入敌军腹部，地势不清，粮草支应不上，加上鲜于寇军狡诈，万一设伏，他们的北伐大军怕是要淹没在这西北黄沙里。鲜于寇军如毛饮血，到那时他们的大军恐怕都会变成寇军的粮食。鲜于部落不愿认输退军，他此刻也不甘心就此和平收手。他们都在赌谁的粮草先押运过来。父亲，从周边5州调的粮草都到了，但不多，大概能支应几日？10日。我们的新粮加上军中没吃完的粮草，还能撑半个月。现在两军正在停战，也不需要吃太饱。如果将士每顿能再缩减一点，勒紧腰带，应该能撑20天。至于鲜于部落那边，已经开始宰马和我们这边被俘虏的士兵，以人马为食了。萧红抬手捏了捏眉心，让陈楚过来。是。相爷，军中粮草不多了，我会再从周边州郡调粮多支撑几日，期间如果出兵，粮草支撑的时间也会缩短。你即刻率一支禁骑回京一趟，能多快就多快，亲自将京师内准备的粮草押运过来。是。四妹，你当真要亲自劫回粮草？别犯糊涂，我派兵去。你手无缚鸡之力，去不得。要是你出了事，我有何颜面回去见母亲啊？如果不是我去，现场的情况传回京师会有时差的，一来一回又白白耽搁了几日。父亲那边已经耽搁不起了，粮草必须如约送到，我的货不允许出现意外。二哥能帮我先瞒住母亲的，对吗？就说我去验货了，或者别的，暂时拖住母亲就行。你明知母亲知道这事绝不会允许的，你一个女儿家，夜不归家太危险。四妹，哪怕你一晚不回府，母亲都不会同意的，别说你要率兵去劫粮草了。所以我才需要二哥先拖住母亲，等我出城就好了。四妹，你何时练得如此好的骑术？京师、相府、母亲、弟弟，就都交给二哥了。唉，四妹，这个四妹。5日后，萧望舒他们率军奔袭数百里，沿着地图上的标记，一路赶到明州一郡县外的山地。四小姐，这路太偏僻了，指不定还要流寇劫匪。运粮的人真会从这里走吗？这是成本最低的一条路，从这里到丰州，再进胡国，从胡国境内快速运粮至鲜于部落。如果不走胡国，直接从魏国边境运粮出去，他们绝对会被父亲的大军盯上的。于他们而言，先绕路胡国是最安全的，
而这条路是去胡国成本最低的一条。流寇劫匪未必敢拦截他们，即使被拦，他们那么多人也能反杀的。但是这一带没有发现粮草的踪迹，他们的车辙印也早在进明州的时候就抹断了。我们既然已经到了这里，就别再瞻前顾后了。人生不过是一场豪赌，别太拘着自己。小裴军师惯用险招，剑走偏锋，其实我很敬佩，也一直觉得你不用因为别人的说法去束缚自己。输赢成败这种东西受太多因素的影响，有时候我们只能尽人事听天命。快走吧。县城外群山绵延，山林深处扎着一座寨子，一车车粮草挤满了山寨。原本居住寨中的匪徒被打杀大半，只剩下10几个求饶投降的软脚虾。喝酒吃肉的男人们高声谈论：兄弟们，再坚持10来天，等这批货送到了，拿着钱，咱们先去抱几个女人快活快活。嘿嘿，魏国宰相那个什么女儿，真他娘的能来事儿，从哪儿弄来这么多粮食呀？管他呢，反正现在都是咱们的，都少喝点儿，后面说不定还有追兵，警醒着点儿。咱们先把货送到了再说。知道了，大哥。咱就是说呀，以前赶路运货的时候，还能在路上停下玩玩，现在这批货送的，连歇会儿喘口气的机会都不给。这回送的能是一般货吗？送好了，价格是以往的10倍，还有赏钱呢。要是送不好，咱家里那10几口人都得玩完。说的是啊，快点吃完去睡吧，明天天不亮就要起来继续赶路。桌上这么多人里，也没人注意到刚才端菜的那些女人没接到命令就下去送饭了。这里是里面的大人让送来的，你们吃了再继续守着。这些女人从寨子里面走出来，也没人怀疑她们。守在寨子外面的武士早就饿得不行，听到话后纷纷聚拢过来，开始拿碗筷打饭夹菜。夜幕降临，寨子里一片死寂，偶尔响起刀兵刺穿血肉的声音，还有那1、2声闷哼，不过很快就消失下去。灰头土脸的尉迟彦坐在厨房灶台前生火，接地气的样子与这背景完美融合，毫不突兀。大人，我们都已经按照大人说的做了，大人您看。你们回去吧，还是那句话，有事可以去我说的那家铺子谋个生计，你们送他们回县城。是。尉迟彦在这边煮着汤，另一边寨子住所里，秦泰和韩飞鱼带人无声无息地抹了所有运粮的人。裴无事带人清点粮草数量，这批粮草里不只有萧望舒的商队被劫走的粮草，还有原本打算运给鲜鱼军队的粮草。大丰收啊！阮复兴的药不愧是货比3家之后再买的，劲儿真足啊！可见他确实有当黑商的天赋。蒙汗药、软骨香这些东西还真是玩的门清。四小姐，粮草已经追到了，我们现在先调动周兵，一起将粮食送往西北边关。四小姐也可以带兵回京，别叫宰相夫人担忧了。你们先带人将这批粮草送去西北军营，我还有点事情要办。什么事？我的货还没有完全劫回呢，还有3成左右在外面。小姐，这些已经足够大军支应了，比我们之前准备运往边关的还要多许多，剩下的交给周兵去拦截即可，小姐不必亲身涉险。我不会亲身涉险的，沿途我会调周兵随我一起去，而且剩下的粮草也不少。如果只派周兵拦截，一旦他们没有截住，又会给敌军增加军粮的，到时候这场仗会被拖得更长，迟早又要加征民税，惹得生灵涂炭，民不聊生，将士死伤也会越来越多，百害而无一利。如果在这场战役上浪费太多时间，其实是不值的，因为鲜鱼部落住于西北黄沙之地，哪怕征下他们的土地，能得到的反馈也少得可怜，既无金银宝器，也无粮食稻米，甚至人烟荒芜，百姓连耕种都不愿意去。想要改变这样一片土地，需要几代甚至10几代、几十代人的不懈努力，现在争来何用？损兵劳民，给东边的虞国、乌国创造可乘之机吗？萧望舒的态度太坚定，而且说的实在有理，韩飞鱼和裴无事都劝不住他。无奈之下，两人只能留下韩飞鱼和一部分士兵保护他，
其余人随裴无事押运粮草北上。2天后，萧望舒带人快马加鞭，沿途让韩飞瑜调了500周兵，提前赶到2州交界处的一片山谷。士兵散开，前在山谷上方设伏，萧望舒和秦泰他们守在一边，韩飞瑜带兵守在他们对面。众人都在等着押运粮草的队伍从这边经过。远处烟尘四起，兵戈相撞。秦泰听着动静，隐隐觉得有些不对，正要起身去查看时，萧望舒按住他的肩膀，微微摇头。秦泰老实蹲了回去，安静等候。娘的，真是一群找死的东西！就那点人马，还敢出来抢劫，耽误时间。押运粮草的队伍缓缓靠近山谷，加快速度，过了这片山谷就能进了平州地界，咱们也能松口气儿。再等一等，等他们一半进谷之后再动手。动手太早会将人吓得直接返回，退出山谷。要动手就要引鳖入瓮，等他们卡在里面进退不得再动手。秦泰紧盯着下面的那支队伍，摩拳擦掌。正当他要吩咐士兵滚石推木时，不少士兵的箭都已经上了弦。这时候平州方向出现一支骑兵，眼见谷内那些人要往后撤，萧望舒也来不及管来人是谁，一声令下，动手。霎时间，巨石横木滚向谷底，飞箭如雨。正要过山谷的陈楚见这架势，立刻勒紧缰绳，抬手示意后方骑兵原地停下。将军，像是山寇在劫粮草。陈楚摇了摇头，抬头望向两边山谷上，看不清人，但是甲胄一样，设伏用的也是军营的路子，应该是正规军队，可能是下面派出来找粮草的州军。将军，那我们要不要帮上一把？陈楚再次摇头，他们早有准备，不要上去添乱，派2人从旁边山路绕上去，找个士兵问问他们具体情况。是，你答应我在京师等我回去的。看看这满地的尸体，他这是在干什么呀？将军怎么回来了？末将若是不回，还不知小姐如此骁勇。好一个骁勇，真是半年不见口才见长，说话都会拐弯抹角，阴阳怪气了。将军今儿说话还怪可爱的。行了，这里交给我吧，二位有什么要争的，下去慢慢争。将军你瞧，虽然我没有一直待在京师，但这也是事出有因的，而且我出门走到哪儿都带了护卫，也算遵守了约定了。秦泰的背影显然踉跄了一下。将军，这里这么多人呢，将军不会不给我留面子的，对吗？陈楚头脑一热，抿紧唇没说话。将军，陈楚的头脑瞬间更热了，还是没说话，只沉闷地嗯了一声。那将军先与我说说，你怎么回来了？相爷不放心京中局势，他有心之人拦截，让末将率领一支骑兵回来押运粮草。萧望舒微微颔首，小裴军师已经押运粮草往西北而去了，算算时间，7日之内可抵达西北军营。我这边正在追截之前被劫走的粮草，还有细作想要运给鲜于军队的粮草。不管鲜于军队能够用什么冲击，仍不能不食五谷。短时间之内他们能够撑得住，时间长了一定撑不住。只要他们彻底断粮，他们就只能向父亲乞效。那这批粮草已经截回，小姐要回京吗？现在还不行呢，将军，还有一队没有截住。陈楚顿时像是泄了气的面然。那不如将军陪我将那一队粮草也截下，然后我就老实带兵回京，将军押运粮草回营，如何？好。护国就是护他，如果连魏国都护不住，更护不住他。最后一批粮草有陈楚相助，截得十分顺利。商队的信誉和名声就在这批粮草上了。将军，路上当心。小姐放心，末将一定将粮草完好送到。我说的是将军你，路上当心。粮草走不过是几车死物，兜兜转转的，被劫了还能再劫回来。末将明白了。萧望舒估了估时间，只盼望父亲年前能够班师回朝。今年萧府不知天丁还是天口，男女都好，反正过年热闹，将军能在京师就更好了。陈楚脸上更烫了，绷得一本正经，点了点头。好了，我也该回京领母亲的罚了，别叫她在府里一直担忧着。将军保重。陈楚此刻还有说不完的话想问他，比如他何时学的骑术，
比如他下次还会不会这么冒险，比如他在京师有没有按时用膳，比如他闲暇时可曾思念过他。但边关战事紧急，粮草吃紧，他也耽搁不得。纵使心中不舍，此刻他也只能抱拳回礼，弯腰叮嘱：小姐路上当心。8天后，萧望舒刚回府，直接被他关在祠堂跪下。姐姐你也是，父亲远征，母亲本就担忧，你还来这么一出，把我都吓得不轻。你先带上这个，地上凉，有这蒲团也没用，带护膝好受点儿。等没人的时候，你起来活动活动筋骨，坐会儿也行。母亲就是一时气话，你别傻傻的真跪3天，跪出个好歹来，还是母亲心疼。你放心，我又不傻。快中午了，姐姐你想吃点什么？我去厨房给你端。这么嚣张，真不怕母亲关你进来陪我3天？天热了，胃口一般，午膳吃点清炖的粥就行了。再拿一份山药糕吧，有些日子没有吃到了。好，姐姐你等着，我去会儿就回。西北军营，2批粮草先后送到，解了萧红心中重压。陈将军可见到了4小姐和韩令使了。小姐已经带兵回京了，这时应该已经到了京师。他说抵达京师之后就会写信给我报平安的，估摸着这信件再有几日就该送到了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望叔那边带了多少人？小姐和韩将军带了200人，末将担心小姐路上遇到山寇刺客之流，拿将令去州府调了1000人护送小姐回京。带兵不少，这么多人足够护送望叔回京了，那就无事了。你先下去歇1个时辰，1个时辰后和陆旭阳来我帐中。吃饱了还修什么战？该出兵了。是。短短3月，边关捷报频传，萧红率大军向西北开进，在没有拓跋骑兵助阵的情况下，硬生生将大魏领土往外拓了数百里，可以说是杀红了眼。看着这些边关捷报，皇帝陛下在京师龙椅上如坐针毡。拓跋骑兵没有离开部落，虞国、吴国像2只缩头乌龟，不敢动手。萧红离京前逼他立下的储君，这时已经学会了走路，学会了说话，声音稚嫩的自称为姑。他不知何时，萧红就会回来站在朝堂上，带领群臣逼他退位。到那时，这自称姑的小小稚童就要自称为朕了。秋末冬初时候最是萧瑟，但也难掩相府天口之喜。拓跋兴为萧平南诞下一个女儿，让萧府在萧红凯旋之前就多了一件喜事。就在这位相府孙小姐诞下后不久，边关再次传来喜讯，鲜于军队终于是撑不住降了，各地送马启降。消息传回相府，又叫相府上下欢天喜地好些日子。直到半月后，大军动身返程，相府里还是喜气不减。姐姐算的还真是准啊，说今年冬季父亲就能班师回朝，果真不假。你可少夸2句，我这些天被你追在屁股后面夸，纵使城墙后的脸皮都该红了。姐姐别脸红啊，我说的都是真心话。小弟简直被姐姐的气魄折服，姐姐当属京师第1奇女子，以后姐姐说东我绝不往西，姐姐让我斗狗我绝不撵鸡。阿弟，使不得，我的婚期是不是过了？大喜的日子，姐姐提这事儿做什么？胡说什么呢？陈将军的骑射白教你了？萧福光撇了撇嘴，没说话。好了，账算完了，我去看看二嫂。二哥忙里忙外的，二嫂一个人坐月子也无聊。那我就不去了，我去七哥那里背书吧。本就没打算带你去，你去找七弟吧，我瞧瞧二嫂去。好。可算把你盼来了，我才哄他睡下。小孩子真能哭。有个好消息，听不听啊？还用问？好消息快说呀！战事平息，云霄哥哥抽出空来，这次带队出使，也来看看你和小雪儿。真的？但是望叔，我现在会不会很丑啊？脸上也不平滑了，身形还臃肿，三皇兄见了我不会嘲笑我吧？怎么会呢？不管你变成什么样，你们都是兄妹。你这么辛苦的诞下女儿，他怎么会嘲笑你呢？恐怕心疼还来不及吧。
还是望叔你好。望叔，你说平南他是不是嫌弃我了？我听母亲说，坐月子的人想太多会对身体不好的。母亲还说，其实女子生产都是这样的，她生我和福光的时候也是如此。你心里想开一些，出了月子就多走动走动，很多地方就会慢慢恢复了。哦，对了，我和刘太医也算是有些交情，我去请他再多制一些草蜜胶、桃粉汁什么的，给你去一去身上的痕迹，怎么样？望叔你真好，好到让他觉得这偌大的相府，偌大的京师城，偌大的魏国，其实从头到尾只有萧望叔一个人在对他好。别想太多，心思放宽一点。看看你身边这软绵绵的一团孩子，以后看着他一天天长大，想想心中也高兴不是？也是，小雪儿还需要我呢。大军班师回京，拓跋使臣同时抵达京师。既然两边都这么巧地凑到了一起，这时候若是没有一场刺杀，那都显得有些不合理。刺客射出的箭矢密密麻麻落下，京师正门乱成一锅粥。与此同时，京师东门，萧望舒站在街边，洁白如雪的狐裘披在他身上，兜帽遮住他大半张脸，只露出一抹朱唇。他在街边商贩那里买下一串糖葫芦，边吃边往城门走去。东城门外，一行身着布衣的男人混在百姓堆里，有说有笑地走了进来。等他们和百姓散开，萧望舒才带着宜春书下迎上去。孩儿见过父亲。今日风这么大，你怎么来了这儿？京师正门外闹得很，想也知道父亲不喜欢凑这热闹。刚巧云霄哥哥自东边来，说不定父亲与他一道呢，孩儿便想来东门碰碰运气。父亲这时回相府，恐怕也要被人盯着，不如都去孩儿的玉石斋坐坐，喝盏茶，吃些点心，等刺客散了再回府用膳。感情不是来接人的，是来给自己铺子拉客来了。那咱们就去玉石斋吃点呗，玉石斋的饭菜好吃，今儿一回来就有口福了。那我也要好好尝尝。前年他出使离京时，他那玉石斋还没开张，他也还没定亲。时隔2年再来，听说玉石斋已经成了京师最奢华的酒楼，他也成了京师定亲排场最大的闺阁小姐。陈楚，他们2人2年前便那般熟人，他早该看出来的，只是他不服，他到底哪里比不上陈楚？身世、相貌、能力，又或是其他？拓跋云霄心中郁结，走在陈楚身边时也散着一阵阵低压。陈楚看也没看他一眼，目光始终落在萧望舒腰间那个塞了聚宝盆的玉球配饰上。真好看。怎么长大又喜欢吃这些了？吃不到父亲买的，便自己买来尝尝。许是我买错了地方，没有父亲以前买的甜。这山楂酸的人牙都软了。是为父这些年疏忽了，忘了给你买。以后记得，夫人说的是啊，女子果然善变，尤其是我养的这小小女子，心思最是难猜，1岁一个样。多谢父亲。3日后，萧红回京休整3日，再上朝时，面对皇帝问他想要什么赏赐的询问，他给出了一个让人惊讶的回答：请陛下怜惜微臣之女望舒为大军奔波疾粮之苦，微臣可不受赏，但望舒她纤瘦柔弱一小女子，为国为民奉献至此，该受陛下嘉奖。萧家嫡女此战确实出力不少，朕有意册封其为郡主，宰相觉得呢？陛下圣明。苍月郡主，请接旨吧。苍月，沧海月明，不论事物如何变迁，那轮明月依旧。这样的封号恐怕也不是那皇帝给他拟的，皇帝没这么用心，应该是他父亲亲自定下的吧。那串糖葫芦没白吃。怎么，高兴傻了？就是觉得这封号好听。皇帝封人向来是什么
端、康、惠、元、福。绮罗表姐还被他封为惠安郡主呢。我瞧这封号不像是他拟的。天天算账，脑瓜子转得倒真快。也就这些了。苍月郡主，你父亲昨儿夜里想了许久给你定下的封号，快下去更衣准备吧，今儿还有宫宴。好。将军府里，萧望舒在众人簇拥下走向前厅，正巧撞上几个嬷嬷追着一女子往陈楚院子那边跑。那女子生的模样清秀，算不上多么好看，就是眼角含泪时柔弱惹人怜。还不快赶出去！其余仆人一窝蜂扑上前，将那女子压住，准备让嬷嬷把她从后门赶出去。我不，你们放开我，我要见将军！这是在做什么呢？我兄长为大魏战死，将军带我来府上，我就是将军的人了，你们怎能随意赶我走？住嘴！老奴也是儿子都战死沙场，才被将军带回将军府给口饭吃。别说老奴，这府上谁不是？你有什么好嘚瑟的？你以为将军带你回来是做女主子的吗？将军是怕未来夫人无人伺候，才将你带回来。不然你这年纪年轻力壮的，自己去绣坊干点活营生，或者拿着你哥的抚恤钱当嫁妆，找个寻常人家嫁了就是。将军带你回来做甚？钱多事儿少过的安逸，你不知足不说，还妄想踩着你哥的尸骨攀高枝儿，你多让人寒心呐！是将军亲口说要带我回将军府，你们谁都不许碰我！我要见将军，让我伺候夫人，夫人为大，我为小伺候就是了，夫人何必针对我？四小姐，不，郡主，您千万别误会啊！将军就是瞧府上没有几个丫鬟，担心郡主您以后用人不便，才将她带回来的，可没有别的意思呀。我连你是谁都不知道，针对你做什么？你也配？正巧，你心心念念的将军来了，我未进将军府，不好插手将军府的事儿。你有气也别冲着我发，有本事啊，冲他发去。将军好本事啊，惹下这风流债来，自个儿看着办吧。他跟你说什么了？我什么都没干，这些丫鬟都是带回来伺候你的。将军，我瞧他比我们郡主还像主子，要不还是我们伺候他吧。将军为何要赶我离开？我现在没了兄长，孤苦伶仃。将军，你将我带回府，现在又弃我如婢女，我以后怎么活呀？跟刘太医出去义诊似的，救人一命，还被人给讹上了。宜春，将军面前咋咋呼呼的，成何体统？奴婢知错。若非看在你兄长为国战死的面上，你这么冲撞郡主，早就该拖下去处决了。现在给你个机会，看在你那兄长的份上饶你一条命，立刻拿着你的卖身契离开将军府。一炷香的时间，一炷香后他要是还没离开，格杀勿论。以后他再踏进将军府半步，同样处置。是。刘太医义诊被讹了之后，我还特地去笑了他一阵呢，问他以后还去不去。但刘太医当时也只是笑笑便过了，跟我说，若仅因为那一人便不再义诊，不知道有多少垂危的病患会因此受累。他虽然年迈力微，但仍想尽力多拉几个人回来。将军的本意极好，为战中受苦受累之人带去一份生存的希望，勿要因为个例而否认全部。他的错不该由其余人替他买单。陈楚乖巧的点点头。郡主说的是。我今儿就是闲下来了，想找将军陪我走走，不知将军可有时间吗？当然是有时间的。那走吧。我刚出月子，嬷嬷都说受不得寒，你还拉我出来？你就是在房间里关太久了，看着一点精气神都没有。我带你出来走走，让你喘口气儿，别叫人看着跟霜打的茄子似的。他从小看着长大的小妹，在家时活泼好动，驾经京师2年，成了这副毫无生气的颓废样子。幸好母妃没看到，不然该多心疼啊。可我现在这样子不想出门。那我们就去玉石斋，关上门吃顿好吃的，
吃你前段时间心心念念的羊肉火锅，然后三哥带你到处散散心，咱就坐马车里，不下去，掀开帘子看一圈再回，怎么样？这就是嘛，笑一笑，别垂丧个脸。啊！三皇兄，你什么时候能和二皇兄学学？哪有兄长这么拍妹妹的？没轻没重。我们俩不是从小就这么打过来的吗？怎么在京师待了2年，变得这么娇气了？是啊，我以前也爱这么和三皇兄打闹。行了行了，我看你就是当了母亲之后开始变稳重了。母妃常说，女子诞下孩儿就会变，果真不假。平南，你不是宫中有事吗？拓跋云霄的脸色不太好看，没有开口打招呼。这是户部郎中穆书浩，此战捐钱极良有功，年少有为。那是穆郎中的妹妹穆小小，夫人应该与他见过的。三王子，二少夫人。臣女与二少夫人确实有过几面之缘，常想与少夫人攀谈几句，但无奈身份低微，实在不好意思打搅少夫人。今日怎么出来了？想吃些什么，叫丫鬟默默买回就是。冬日里容易着凉，别出门吹完风，回去又冻着身子。三皇兄陪我出来走走。是我这些日子忙得忘了陪你和雪儿，夫人见谅。穆郎中极良有功，我今日是替父亲慰劳。二哥二嫂，云霄哥哥，你们怎么堵在我玉石斋门口了？穆郎中和穆五小姐也在啊，真是巧了。二嫂关了有些日子，终于肯出来走动走动了，走一走透口气，对身子也好。望叔，你也是来吃东西的吗？我们上楼去吧。好啊，二嫂你先上去吧，我让人煮一壶你爱喝的奶茶。客人这边请。夫人瞧着身子不太爽利，我今日要陪夫人和舅兄，就不多送了。二位路上慢点。萧统领与少夫人果然恩爱，不用管我们，你们去吧。这账我结，你先别抹了。你结粮时从腰包里面掏了不少，我这做兄长的，这种时候自然不能白吃你的。萧望舒笑吟吟的朝他点了点头，带着陈楚往后院走去。怎么都不吃啊？前些日子都喊着喜欢吃，这才过了几日啊？我这里的菜你们都吃腻了？拓跋新红着眼眶端起碗喝了。拓跋云霄全程黑着张脸，也没说话。萧平南坐在拓跋新旁边，虽然还是笑着在往他碗里夹菜，但他那笑怎么看都透着几分寒意。我没吃腻。萧望舒看这场面，他也劝不住了，干脆不去管他们，给他自己和陈楚一人倒了一碗奶茶。陈楚端起碗喝得甜滋滋的，那是完全没感受到空气中弥散的风烟味儿，或者说就算是他感受到了，也完全忽略了。甜，这奶茶真甜。今晚大军庆功宴还有拓跋使臣的接风宴一起举行，拓跋新以身子不适为由推了没去。晚宴上，萧平南言行举止一如往常，偶尔和同僚闲谈，大多数时候在巡视宫中禁军守卫。拓跋云霄面色不太好看，但还是跟着萧红一起把场面应付过去了。宴上，皇帝听从萧红的建议，顺口给穆家平妻封了个3品诰命夫人。穆书浩现在还不到4品，又是庶出，没有参加宫宴的资格。晚宴上只有穆汉和他的正室夫人，以及2个年长的嫡出儿子。听到魏齐宣的赐封，穆汉的正室夫人心里咬碎了牙，还得和穆汉父子一起跪下，替府上那个平妻朝皇帝谢恩。萧望舒坐在萧彩仪旁边围观，嘴角始终噙着一抹笑。这穆家想来是快要从内部瓦解了。仗打了1年多，去年年节过得毫无氛围，今年好不容易等到战争结束，年味自然要比去年浓得多。萧红第一次做人祖父，心中喜悦，又从仆从那里听说了萧平南小两口闹得不太愉快的事，在念及拓跋云霄还在京中，便让房庆儿给拓跋新送去了不少好东西。这还不够，他还让萧平南把时间挤一挤，有空就回府住，
别总歇在宫里。储君已经立下，皇帝还有个什么值得禁军保护的？萧红的态度明确，萧平南自然不敢忤逆，一连半个月都按时恢复歇息，抽出时间陪伴妻女，堪称京师已婚男子之楷模。但拓跋新却半点也高兴不起来。萧平南陪在他身边时，他总觉得哪里有些膈应，好像是三王兄和公公逼着他回来一样。望叔这平安所做的精巧，半岁不到的孩子戴不得金玉，压不住贵气，咱们雪儿先带点银锁护一护身。母亲，望叔呢？望叔还能去哪儿啊？总不是出府打点他那些铺子庄子去了。哎呀，再过2月都要嫁人了，那孩子还是半点都闲不住，真不知拿他怎么办。时间过得好快，一眨眼望叔也要嫁人了。望叔也确实到了该成亲的年纪，我也总不能一直把他留在身边，让他被外人说闲话。瞧瞧，你只大他1岁，现在已经嫁进相府2年，孩子都生下了。母亲有事就去忙吧，我等会儿也要哄雪儿入睡了。那好，孩子总归有奶娘带，你刚出月子，别太累着自己。我知道了，多谢母亲。郡主，这份是从那些粮商那里要过来的名册，这份是尉迟燕私下调查整理的名册。都辛苦了。都是我们分内之事，谈不上辛苦。郡主养我们这么多人才叫辛苦。这是去年梅雨季，下面有些郡县的河堤被冲垮，工部派人下去修整时，郡主你不是把我们那2队工匠也安进去了吗？工部办事的钱源于国库，钱拨得足，他们跟着下去干活，也确实干得不错，赚了点钱。2队工匠互帮互助，现在合成了1队。这3000两是他们感谢郡主的一点心意。工部的工钱给的确实高，看样子他们赚了不少。今年能够回家过个好年了。过去1年你们都辛苦了，尤其是你和尉迟燕，在下面四处奔波的。你们2人每人抽800两出去，当是我给你们的压岁钱，别对外张扬。剩下的你们看着往下发吧，给故宫们包一个过年的红钱，再给长期合作的商户送一份年礼。多谢郡主。这不是阿弟吗？稀客啊，今儿怎么没在马厩里面和你的小马驹相守相伴呢？姐姐今儿说话还怪有意思的。那可不是啊，太久没和阿弟说上话，嘴都生疏了。听说穆书浩已经升至从4品户部右侍郎，姐姐，父亲对那穆书浩是不是太信任了些？我瞧他刚归顺父亲不久啊。有时候晋升太快也不是什么好事儿。这话怎么说？穆书浩在朝上没有根基，又叛出了穆家一党，现在他被父亲推得太高，树大招风，只有紧紧抓住父亲这根擎天之柱，他才能在朝上站稳脚跟。这样子啊。父亲做事自有他的考虑，你若有什么困惑的，其实也可以在父亲检查功课的时候顺道问问他，想必父亲很乐意与你聊聊的。和父亲聊天就跟回答夫子问题一样。不，回答夫子的问题我也不紧张。算了，我还是先来问姐姐吧。那我还有1-2个月便嫁了，你难不成天天跑来将军府找我聊天呢？其实也可以，如果小公子想来的话。姐姐你听，将军同意了。你快些吃吧，一会儿饭菜都凉了。哦。萧福光端起碗，吃得斯文。陈楚也不敢说话，边吃边瞄萧望舒，看他的表情。直到萧望舒给他夹了1筷子菜，他才放下心，朝萧望舒呲着8颗大牙笑了笑，然后认真吃饭。年前的时间过得飞快，眨眼间到了除夕夜。萧定北也处理好西北边关的事情，在年前赶了回来。相府上下过了个团圆年。拓跋云霄被萧红邀请过来，
在相府度过了除夕夜。因为萧望舒在上元节之后就要成婚，这次拓跋云霄没有赶在年前离京，而是准备等萧望舒成婚之后再返回拓跋部落，替拓跋部落王族向他这位义妹送上祝福。同时他也能多陪陪拓跋新。年后忙进忙出，各处送礼还礼，互相拜访，忙得房妻儿真是前脚打后脚。府上仆从再多也不顶用，许多事情还得他亲自操持。尤其是萧望舒的婚宴，更是年后的重中之重。从下请帖到府中上上下下的布置，没有一样是不要他费心的。萧望舒几次想要插手帮忙，都被房妻儿派丫鬟扶回房间去了。父母健在，哪有闺阁女儿家自己操持婚宴的？房妻儿说的也确实是这个理。魏国京师是有这么一条不成文的规矩，婚宴应当由父母操持，无父无母另当别论。萧望舒无奈，婚期将近，他再出门打点生意也不合适，只好老实待在房间。陈主倒是想来看看他，但外男轻易进出女子闺阁，此举实在轻浮且不合规矩，他不愿叫他被人看清了，又被传些风言风语，便忍住了，只让萧福光代为转送一些打发时间的玩意儿，还有他以前提过想看的书籍。拓跋新也经常抱着幼女萧如雪过来陪他，两人待在府里都没什么事做，也算互相解闷儿了。陈将军待你倒真是放在心上，你提过的东西他心里都记着。他那性子确实可爱的紧，将这些书收去秦氏。是，听小公子说，陈将军还在将军府里为郡主单独开了一间书房呢，正在买书往里面添呢，就怕郡主嫁进去之后觉得住得不舒服，少评几句，下去检查一下嫁衣和头面，再端一些羊奶糕上来。是，奴婢这就去。你还怕我听了心里难受不成？那可说不准，难不难受你自个儿说了算。好吧，我确实有些难受，也很羡慕你和陈将军。但是望舒，我也很高兴看到你过得好。我希望你和绮罗都能过得舒心，就像你在京师带我出入各种宴会，保护了我2年一样。我也希望你能过得好。新姐姐的心意我知道了，京师权贵男子3妻4妾很是寻常，不要对那些所谓的男女情爱抱有太高的期待，抓住你能抓住的一切，让自己和雪儿过得好一些。拓跋新把怀中的女儿抱紧了些，点了点头。正月16，正宜嫁娶，相府门前鼓乐齐鸣，宾客云集，随便拎出来一个，那都是跺跺脚就能让下面震一震的人物。萧红带着几位公子在外招待来客，房庆儿则是带着不少女眷守在萧望舒的闺房里，看她妆容精致，美得不可方物，端坐在妆台前。看着看着，房庆儿拿起帕子擦了擦眼角，不知各位可否随丫鬟们去用一些茶点，我想和母亲说一些提己的话。母亲，大喜的日子哭什么呀？孩儿离你也就2条街，饭后遛个弯的功夫就见上面了。今儿都要嫁去做将军夫人了，说话还是没个正经。母亲，咱们望舒从小就生的标致，今日更是美得要将人魂都夺去了。萧望舒扬起嘴角一笑，合上眼帘，闭眼小憩。房庆儿就这么安静抱着他，也舍不得将他吵醒。暮色降临，好像远远便能听到迎亲队伍的锣鼓声。房庆儿万般不舍，也只好亲手为萧望舒盖上红盖头，牵着他走出闺房。萧平南蹲下将萧望舒背起，萧福光提起萧望舒喜袍的围摆，在女眷的啼哭声中，两人将她脚不沾地地送上喜轿。宰相府嫡4小姐今日出阁了。喜轿在去车骑将军府的途中颠簸了好一阵，萧望舒抓紧坐板旁的红绳，稳坐在轿内。中途颠轿意在挡煞，也都是习俗里图个吉利的做法。花轿行至车骑将军府外，抬轿的轿夫缓缓落轿，3阵破空之声传来，
最后一支箭矢稳稳定在轿门上，连带着坐在里面的萧望舒都感觉到瓜轿一阵颤抖。轿外响起一众武将的吆喝叫好，还不等萧望舒多听会儿，轿帘被人掀开，一只骨节分明的大手递到他面前。萧望舒伸手搭上，白皙玉手搭在那只宽厚手掌的掌心，被对方紧紧握住。陈楚是武将，掌心难免有层薄浅，但刮得并不痛。粗粝的触感配上宽厚有力的手掌，像座沉默不言的青山，自有其独一份的踏实稳重。萧望舒只觉心中安定，陈楚此刻心中却是狂跳不止。以往他从不敢牵他的手，纵使他让他搀扶，他也只是将小臂垫在他手下，动作未敢有丝毫出格，唯恐轻慢了他。今日成了他的夫，总算是能够光明正大的牵上他的手了。感到陈楚动作慢下来，萧望舒又不能说话，只能轻轻捏了捏他的手，似是询问情况。新娘出嫁不可开口，否则夫妻往后争吵不断。虽是些没有依据的说法，但大喜的日子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依着规矩办就是了。陈楚被他捏了2下，回过神来，弯下腰，另一只手臂绕过他膝下，稳稳当当将他打横抱起。两人华丽繁复的喜袍交织在一起，外人已分不清是谁的衣裳。陈楚抱着萧望舒，怀里好似抱了块水豆腐，小心翼翼，用力又怕勒着他，不用力又怕摔到他。萧望舒只感觉陈楚的动作僵硬得很，等跨过火盆和马鞍，他才悟出什么抱人的门道似的，动作稍微放松了一点儿。走到喜堂中央，陈楚小心仔细地将萧望舒放下，一直在旁边扶着他，直到他站稳。再接下来便是拜堂成亲。陈楚找不到生身父母，不知何故也没有请他的养父母过来。两人二拜高堂时，便拜了随后赶来的萧红和房沁儿。这一拜，又拜的房沁儿别开脸，擦了擦眼泪。拜堂之后，萧望舒被将军府的嬷嬷们簇拥着进了洞房。前面酒席开场的喧闹在他身后渐渐淡去。洞房里花烛明亮，烛火在床头摇曳，照得光影斑驳。萧望舒坐在大红色的喜床上，只感觉被褥下面那一层花生红枣之类的东西实在是硌屁股。陈楚那体格倒不像是需要这些东西的人。拓跋王子可劲儿怪咱们将军，大伙动作都快一些，别拖太久了，将军喝得有些醉了。活该那拓跋王子被将军喝趴在桌上，现在还要让陆许阳将军他们带人扛回驿馆，哪里有大婚之日把新郎官灌成这样的，太没轻重了。房内嬷嬷纷纷点头表示知晓，随后他们还是依礼先引着陈楚揭开新娘子的红盖头。盖头揭开的瞬间，别说陈楚看得脑子一片空白，就连那些同为女子的嬷嬷丫鬟都惊艳不已。眉黛如远山，面容可倾城，原先凌厉的狭长凤眸此刻敛下，望向陈楚时带着几分慵懒，仍旧不是贵气。挺立的鼻梁立体精致，朱唇微微上扬，唇形恰到好处，一颗唇珠水润动人。将军，咱们将军看呆了，夫人沉鱼落雁之姿，闭月羞花之容，老奴都看得移不开眼睛哟。陈楚也回过神来，红着脖子点了点头。夫人极美。夫君谬赞了。一声夫君喊得陈楚三魂七魄都险些丢了。看到陈楚那副整个人傻愣在原地的模样，掌事嬷嬷连忙让人端来合卺酒。将军夫人，饮下这杯合卺酒，从此天长又地久。将军屁股不痛吗？什么？这些东西搁在屁股下面，将军不疼吗？陈楚摇摇头，没有感觉，
我只感觉头发热。瞧着还好，只是热了一点，叫个府医来瞧瞧吧。陈楚完全不知道他说了什么，只知道跟着他点头。夫人放心，将军无碍。无碍？既是无碍，他为何发热呀？将军只是饮酒过多，还有些气血上涌，无碍的，静一下便能平息下去。简而言之，就是陈楚有些激动过度了。得到这么个诊断结果，萧望舒哭笑不得。见陈楚羞得像是要低头找缝钻，他赶紧让这府医退下。房门再次被关得严严实实，洞房内只剩他们新婚的夫妻二人。陈楚还坐在床上低着头，露在外面的脖颈通红，气氛实在旖旎。将军可要缓一缓。不要，他会不会觉得我是一个一点经验都没有的毛头小子？夫人，将军不如先把床上这些东西撤下去吧，免得一会儿睡得个人。陈楚向来不把这些习俗放在心上，听到萧望舒说个人，他立刻起身掀开床上的被褥，把那些花生红枣全都收走。清理完床上，他还里里外外检查了2遍，确认没有遗漏才敢收手。将军，我听说女子初夜极痛。倒不是痛不痛的问题，而是他这个年纪，双10年华刚过，正是开拓产业的好时候，怀胎生产会绊住他的脚步。而且就陈楚这个体格，要是真不防范着点儿，恐怕很快就中了。那怎么办？将军，不如我们先缓一缓，你先容我做足准备之后再开始，如何？好。将军。好，先等夫人做好准备。出血，那得多疼啊！免得我冲动，我还是去书房睡吧。这屋里不行，太热了。将军，今儿是洞房花烛夜，你若是睡到洞房外面去了，我明日如何见人呢？啊，是我疏忽了，抱歉夫人。夫君今晚倒是格外的可爱，这床这么大，难道还担心挤不下一个你吗？这发饰太重了，将军先帮我拆下来，等会儿洗漱洗漱，便早些歇下吧。今日将军忙了一天，也该累了。好。陈楚拉来一张凳子坐在他身后，抬起手拆掉他头上的那些珠钗。他拆得仔细认真，动作轻柔，像是生怕伤了他一根头发。萧望舒看向同经理的2人，其实倒也十分相称。过1-2年吧，等到月氏产业彻底成型，我的闲暇时间会多一些。若是陈楚初心依旧，我将慢慢理这些男女之事。夫人，我倒是昨天晚上怎么梦见一个火炉子，还怪暖和的。原来是将军，夫妻之间搂一搂也属正常，将军莫羞。夫人，该洗漱用早膳了。陈楚突然鼻腔一热，血顺势滴落。萧望舒看得先是愣住，随后反应过来，随手抓起一块白帕子堵在陈楚鼻子下面。别仰头，别仰着头，就这样低着，仰头要呛血的。新婚之夜，难为将军替我出了这厨子血。看到帕子上的血迹迅速扩散，隐隐透着几分热度传到手上，萧望舒连忙又道：我不说就是了，将军别激动，深呼吸。他这夫君未免太不经斗。萧望舒说完安静下去，不敢再随便开口逗他。约莫过了半刻钟，陈楚的鼻血慢慢止住，萧望舒也把帕子放回床上。大清早的，两人在床上弄得鲜血淋漓。陈楚下床时还有些不好意思，蹲在床边笨拙地给萧望舒穿上鞋子，又叫人端来热水，代替丫鬟伺候他洗漱。把萧望舒伺候好了，见丫鬟侍奉他更衣，陈楚才用萧望舒刚洗过脸的那盆水抹了把脸，擦去鼻子旁边残留的血渍。将军也真是，夫人这水一样娇滴滴的高门贵女，将军办起事来怎么这么冲动啊，一点都不知道怜惜。不过夫人这血似乎也流得太多了些，莫不是被将军伤到了？夫人可要让府医来请个脉呀。不必了，传早膳吧，
夫人稍后，老奴这就去。新婚之后，按照规矩，本该是女子为夫君穿鞋更衣，但萧望舒的衣裳实在繁琐，等一春他们为他穿完，陈楚已经自己把衣裳穿好了，端正坐在桌边，眼也不眨地看着一春和舒夏的动作。他这衣裳原来是这样穿的。萧望舒和陈楚大婚之后，不出3日，萧定北就收拾好行装，又准备返回西北边关。两人婚后第3日回门，正好还能送一送萧定北。行啊，四妹，新婚燕尔的，面色不错嘛。三弟，说好等四妹回来送送你，今儿她来了，你还把人堵在门口啊？哪里堵在门口了？这不是来门口迎她吗？我可不敢堵四妹，不然下次打仗断我粮草怎么办？父亲母亲还候着呢，姐姐快进来，还有姐夫。他这一声姐夫喊得陈楚那是神清气爽，直接掏出红纸包好的小用钱，承包了萧福光1个月的开销。多谢姐夫。还是年纪小有好处啊，像我和二哥就领不着。四姐夫，谢过四姐夫。哎呦，小姐姑爷在门口杵着干什么呢？夫人等着可着急了。姐姐快些，母亲可着急了。萧定北出发返回西北边关，没过2日，拓跋云霄那边也带领使臣收拾好行装，向萧红告别。这次离别时，拓跋心似乎稳重了许多，没有了前2次的哭闹，还替拓跋云霄准备了不少能带在路上吃的东西，以及带回部落给家人们的礼品。拓跋云霄看了，心中难免思绪沉重。小妹越来越有高门夫人的模样了，也不知好还是不好。三皇兄，你发什么愣？望寿来桑你了。拓跋云霄回神，往城门方向看过去，只见秦泰驾着车骑将军府的马车朝他们这边驶来，陈楚骑马跟在马车旁。带着他还不如不来。王兄，你说什么？没什么，就是有点看不惯陈楚而已。他没说什么，拓跋新也就没再管他，上前迎着萧望舒下车，问他怎么来迟了。萧望舒总不能说因为陈楚今天像个魔人精，在府上挑衣服挑了半天，所以来迟了，只能回他府上有些事情办住了。哦，自从陈楚出现之后，拓跋云霄的脸色就不太好看，直到带队动身返程时，他那张脸还是黑沉的。反观陈楚，穿着锦衣门的新衣裳，笑得露出8颗大白牙，站在萧望舒身边直喊：义兄一路保重。目送拓跋云霄离开。拓跋云霄愤愤甩鞭返程。萧望舒的婚后生活过得十分惬意，在相府时他还要早晚去房庆儿屋子里请安，出门办事也有府上的仆从经常询问去向。嫁给陈楚之后，没有公婆需要侍奉，府上就他们2个主子。他第2天要出门干些什么，前一晚睡前给陈楚交代清楚，他第2天上朝之前就能让管家他们替他把早膳和马车安排好。不管军营的事有多忙，陈楚忙完之后总会赶回相府陪他，也不做什么，就抱着他睡觉。嫁人之后，萧望舒这日子过得岂止一个惬意，简直就是如虎归山，如鱼入水。2个月后，阳春3月，草长莺飞。打仗抑制了1年多的消费，战争结束，今年开春之后，京师街道上那么多铺子的生意总算回暖了。原先萧望舒在京师只有锦衣门、玉石斋2个聚宝盆，现在越是商户下的制衣楼、簪花房、五味斋等等，这些产业像是雨后春笋，在战后迅速崛起，颇有几分要占领百姓市场的架势。单笔利润虽然不高，但成交数量却大得惊人。以量博胜，郡主，咱们博赢了。萧望舒左右对比一阵，前段时间为军队集粮，又是打折又是捐粮，京师高门贵女在锦衣门消费太猛，现在东西买够了，买多了，他们手里的余钱也该收一收了。反倒是百姓们，暂时
有我们吉良撑着军队，户部没有大肆的加征百姓的赋税，让百姓手上有了一些余积。战后这数月，制衣楼、簪花坊2间铺子的盈利加起来，居然是锦衣门的3倍之多。就连五味斋的盈利都快要赶上玉石斋了，也算是无心插柳，柳成荫了。钱财滚滚流进腰包，郡主，瑞宝阁和留香楼已经亏损了大半年，要不是家底厚撑着，换成寻常商户早就倒闭了。你也说了，有冯氏商户撑着，瑞宝阁和留香楼即使亏损也能照常开下去，端看他们兄妹想不想继续开罢了。可属下瞧，他们兄妹的心思已经不在这上面了。哦，穆书浩一路高升，招人眼红，还能在朝上与众多朝臣保持着友善关系，免不了砸钱开路。穆小小最近也常随他兄长四处走动，给不少官家的夫人小姐送了礼。瑞宝阁早已经入不敷出。其实依我来看，他们兄妹很聪明，你瞧他们其实拎得很清楚，钱不一定买得来权，但权一定生得出钱。只要他搭得上户部尚书，以后冯氏商户运送的货物一定是优先于其他商户检查通关的。只要他搭得上工部尚书，以后大大小小的工程都有他一口油水。他们的心思确实不在这几间小铺子上面了，他们的心思在更上面。那郡主可要拦一拦。拦什么呀？他们现在攀附萧家，还不敢跟我作对，有什么好事儿让他们先去探探路，到时候我若是要硬抢，他们难不成还不敢让道？再者，父亲把他们捧上去也不是为了拿他们当儿女养着的，他们想借父亲的事，总得为父亲付出一点什么。萧红养兵不只养的大魏军队，还有他自己的几支私兵。大魏军队可以光明正大让国库养着，他的私兵就难了。细算起来，他们父亲的开销不会小。父亲向来顶天立地，从未挪用母亲的丰厚嫁妆，也从不主动开口找他，总是一个人扛下所有重担。现在穆书浩带着冯氏商户归顺于父亲，可不就是肉包子打恶狗吗？他也需要时间慢慢发展，刚好冯氏商户钱多，先替他尽一段时间的孝吧，等他发展壮大了再回来反哺萧红。属下明白了。你们和华都那些粮商先维持好关系，另外可以让商队南下。我发现靠近南海往西的土地上还有2个与世隔绝的小国，梁丘、左丘。弹丸小国与外界从未有过交集，郡主怎么想起他们来了？国虽小，但位置好，靠海，粮、盐、布、铁、畜，市场上大概也就这些东西。盐铁向来由官府把控，大魏关于盐铁开采有着最严格的一套律法，寻常商贩碰都碰不得。梁丘、左丘虽是弹丸小国，但临海背山，物资丰饶，盐铁齐全。若非有申屠部落堵着，大魏的军队早就打过去了。那郡主让我们派人过去，意思是大魏的盐铁由官府严加管控，我们碰不得。但是梁丘、左丘资源充足，且长久不与外界贸易，和他们做生意，银钱未必值钱，以物易物恐怕来得更为方便，而且更便宜。选择他们那边稀缺的货物，作物也好，禽畜也罢，就算仅断瓷器都行，交换他们那边不值钱的货物。作物、禽畜这些东西若是能换来盐铁，岂不暴利？若是能在外囤积货物，销往各处，利益实在是可观。而且还有一条说不得的，铁器关系到军队。在魏国境内，私采铁矿铸造兵器是死罪，若在那弹丸小国呢？未必。阮福新显然也是联想到了这一点，眸中惊愕，抬起头直直望进萧望舒那双深不见底的眼眸。怎么了？我哪里没有讲清楚吗？阮福新摇了摇头。郡主讲清楚了，非常清楚。那就下去办吧，记得让下面的人注意安全，先在申屠部落外观望，循序渐进，
不要妄动，更不要硬闯。阮福心慎之又慎。属下明白。郡主，将军回来了。奴婢失言，是夫人。夫人，将军回来了。知道了。见过将军。起来吧，夫人铺子里的事情忙完了吗？将军回得巧，刚忙完，你下去办吧。是。将军可是有事要与我说？陈楚点了点头，从袖子里取出一张请帖。大战1年多，宰相一等众官员的家眷已经许久未聚过了。趁着春来天气舒适，岳母约上了不少夫人小姐，还有得空的公子们，一起游湖赏景，踏春闲玩。母亲会挑日子，那日正好休沐，将军可要陪我一道过去。好。将军今儿晚上想吃什么？我让下人去准备。这会儿还早，我先带你去个地方。啊？你特意带他回来，就是给我在府上骑的？我瞧你骑术极好，这匹马脚力上佳，是我从鲜鱼部落投降时送来的马里挑出来选的，送给你。送与我做什么？将军麾下将领众多，就算将军不骑，他们想必也用得上的。我平常出行都坐马车，哪里用得上这么好的战马啊？他并不喜欢骑马，甚至厌恶这项运动。我瞧着这匹马极好，你又精通骑术，便想把它送给你。以后在府上无事时，你可以骑马消遣。我练武时，你也不用在旁边干坐着看着我，想骑马就骑马，我也可以陪你。见他神色莫名，心里顿时紧张起来。你不喜欢他吗？他是不喜欢这匹白色的马，还是不喜欢马，还是不喜欢他送他这些？在他紧张的注视下，只见萧望舒慢慢抬起手，抚上那匹白马的鬃毛。他不喜欢骑马，是因为他的骑术是他的耻辱。名利场是个很脏的地方，在西装革履的时代，在法律之下，伴随着各种文明的羞辱。酒桌、囚室、马场，处处充斥着肮脏的压迫，尤其针对女子，总有人衣冠楚楚，禽兽不如。曾经在他还未成为行业霸主的时候，为了谈成生意，也难免被人踩进泥里，还要笑着恭维。这一身骑术就是在马场里陪合作方练出来的。后来那人快要破产时，也曾被他踩在脚下，极尽所能笑着恭维，求他高抬贵手。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，都过去了，不提也罢。陈楚重重地点了下头。是，我怕白天出去办事，你一个人在府上觉得无趣。既然是夫君特意为我牵回来的，那我自然喜欢。真喜欢吗？说实话，其实在你送我这匹马之前，我不喜欢骑马，因为好像许多人都默认这是男子才配学的东西，女子学这些便是不守女德。许多人也都默认女子是学不好骑术的。我厌恶这些条条框框，厌恶女子身上的各种束缚，更厌恶来自那许多人身上令人作呕的迂腐气息。但是你亲自挑选这匹马送给我，我很喜欢。你比许多男子都要优秀，不用管那些废物的说法，他们就是怕你而已。把你的战马牵过来，我们跑2圈。我们2个？夫人说的跑2圈，是指哪样的跑2圈？还能是哪样的跑2圈呢？总不就是你和我三哥那样似的？夫人，你我夫妻别伤了和气。你我夫妻跑个马还能把和气跑没了？真要来啊？将军，你今儿不行啊。小心些，就跑2圈。好，开始。2匹骏马已经如离弦之箭飞射出去，陈楚始终在萧望舒前面，保持着大约2丈的距离，似乎还有能力再把距离拉大，但又不放心离萧望舒太远。而萧望舒也并未急着越过他，而是在观察他的状态。我这轻极了，这是有意思。1圈很快结束，2人之间的距离一直不近不远，要得很紧。第2圈跑到过半的时候，萧望舒看陈楚准备就这样吊着他跑完2圈，不由得勾了勾唇，单手拉住缰绳，一脚松开马镫。陈楚一直注意着他，在他侧身翻下去的时候，顿时慌了神，身下的马也减了速。还不等他控制距离过去救他，只见萧望舒在马上
灵活的像是水蛇一样，侧翻下去之后，很快又旋腿勾了上来。他那柔软的腰肢摆出一种近乎无骨的弧度，在马背上花式旋转一圈，美得让人只觉得眼花缭乱，看得陈楚整个人都不知道要干什么了。野性与柔美同时呈现在眼前，谁看了不迷糊？就在陈楚迷糊时，萧望舒双手撑在马背上，全身坐正，握紧缰绳。陈楚还没反应过来，只见他夹紧马腹，策马绝尘，白马直接从陈楚身边滑了过去。上他小心，又不听。陈楚语气里略带懊恼，赶紧策马追上。但这本就是最后的半圈，萧望舒掐着时间打乱他的思绪，又怎会让他轻易超越？最后不出意外的，萧望舒先冲过了起始线，陈楚就在他后面半米，几乎快要和他同时冲过去。但输了就是输了，两人先后一马停下，陈楚翻身下马，过去抱他下来。没有擦伤哪里吧？陈楚已经放他站好，拉过他的手开始检查，果然掌心擦红了。你分明答应我小心些。将军，正常握缰绳也是会红的，没事儿，一会儿用凉水泡一泡就好了。现在就去。陈楚握住他的手腕，不由分说地拉他往回走。萧望舒泡凉水的一会儿功夫里，他还去府医那里拿了些外擦的药粉，给萧望舒擦了厚厚一层粉。晚膳时，萧望舒要拿筷子吃饭，他都不让，必须由他亲手喂。萧望舒原本只是想教教他轻敌的代价，没想到会教成这样。他在他面前倒是完全不在乎输赢，也不要什么面子，一副我输了就输了，但你不能受伤的架势。立春他们都没眼看下去，纷纷退下了。瞧瞧，都是成双成对的。母亲这赏湖会倒是办成了姻缘会，功德无量啊。我们也是成双成对的。不一样，他们只能暗送秋波，郎情妾意喊对方公子小姐，但是我们可以光明正大的贴近，只喊夫人夫君。不过旖旎情意确实迷人。夫人，到底什么是旖旎情意？什么是旖旎情意？这要我怎么给你解释呢？陈楚挠挠头，再问他。不好解释吗？萧望舒想了会儿，知道。你伸手。萧望舒用指尖在他掌心轻轻挠了几下，陈楚只感觉一阵酥麻的感觉从掌心痒到了心尖尖上，下意识地伸手想要抓住萧望舒的手指，但萧望舒的指尖从他手指缝里轻飘飘擦过，抓也抓不住。陈楚手握成拳，用手指摸了摸掌心。这就是旖旎情意吗？真的好迷人。可这痒只痒过一阵儿，挠完就没了。与其说这感觉迷人，不如说勾人。因为那一阵痒意过后，并没有太多的感觉，只是勾人去挠一挠解痒而已。真正能够迷住人心的是夫人，而不是那一阵痒。萧望舒被他说得一愣一愣的，半晌后笑着回他：那就是我说错了，旖旎情意只会勾人。如果将军解痒之后还想来抓我的手，那便是迷人。陈楚直接伸手抓住了他的手，上扬的嘴角似乎还有些小得意。青天白日，大庭广众之下，姐姐姐夫你们也不羞。姐姐，母亲在等你。这宴上的夫人小姐暂时或多或少都在你那儿买过东西，母亲已经替你谢过了，但你总得亲自出面再客气几句。也好，那你带你姐夫四处走走，我去母亲那边瞧瞧。行吧，姐姐以前都是让人带我走走，让人保护好我的，姐夫又不是小孩子了，哪里需要我带着，姐姐就是偏心了。那我过去了，你们俩好好玩啊。不好！救命啊！快来人救救我家小姐！我家小姐落水了！来人呐！我家小姐被人推下去了！小小，你不会水，我去吧。直接跳下了湖，朝穆小小的方向游过去。穆小小在水里起伏挣扎，哭得惊慌失措，胡乱朝萧平南那边伸出手。萧平南拉过他的手腕，将人抱进怀里，带他游上了岸。小小还好吧？呛了几口水，可能还受了惊吓。
先送回府上，让大夫看看吧。穆书浩定了定心神，郑重地朝萧平南道过谢。萧平南随意摆了摆手：“举手之劳，不必放在心上。先叫人送穆小姐回府吧，她的身体要紧。”房庆儿也带着萧望舒、拓跋新以及一众夫人小姐赶了过来。看到穆小小和萧平南浑身湿透，拓跋新本以为自己早已经有准备了，但真正看到萧平南和别的女子关系越来越近，他心里还是不可避免地抽疼一下。画舫上不少女子走下来，看见穆小小现在的模样，纷纷开始斥责潘进的蛮横无理。从他们的话语里，庞儿也大概听清楚了来龙去脉。总而言之，就是潘进一直在刻意针对穆小小，穆小小诚心道歉求和，却被潘进拒绝。两人在拉扯中，潘进用力将穆小小推下了湖。见事情闹大，潘进现在还躲在画舫上不敢下来，也没人替他出声反驳这些人的话。房庆儿作为这场宴会的东家，宴会上出了意外，他自然不能袖手旁观，便先让人将穆家兄妹送回府，再亲自召来潘进询问情况。潘进自己都解释不清楚，他觉得穆小小就是自己跳下去陷害他的，但苦于没有证据，那么多人又看到他使劲和穆小小拉扯。既然这是你们之间的私人恩怨，我也不好插手。你回去吧，好好想想怎么解决此事。王叔，你说她是不是桥上的穆家女了？纳妾不得拜堂，不得穿正式正红，妾室只能着粉色，坐一顶小轿从侧门抬进来，身份更低的只能从后门进。妾室所下的聘礼叫买妾之资，与你天壤之别。即便后面有别的女人进门，他们也得先给你敬茶，得到你的允许之后，才算是进了二哥后院的门。王叔，嫡母当时进府，公公何尝没有正妻？这话恕我直言，你不该说。萧望舒语气沉下去2分，提醒他，父亲当年的正室是祖父祖母在世的时候直接为他定下的。那时父亲不过潞州一校尉，常年忙于军营之事，根本无暇顾及后院。父母之命媒妁之言，在父亲忙于疾病北上的情况下，许氏便是那样直接进门了。那时或许祖父祖母都没有料想到父亲能够有今日。平西北之乱之后，父亲并未归家，直接进京师任职，与母亲相识。母亲钦佩于他的胆识与雄心壮志，才在那时甘心下嫁。而父亲心中亦是只有母亲一位正妻，以正妻之礼迎娶。无奈父母之命早已经将许氏填在了族谱上面，他才不得不接受许氏的存在。他查出的陈年往事还有许多，碍于拓跋新是萧平南的枕边人，他不能和拓跋新明说罢了。当年许氏善妒，入京进了相府之后，人生地不熟的稍微安分了几年。后来见他自己诞下的儿子平安长大，为了稳固萧平南的地位，他便连害萧红2个孩子。胎儿在腹中无法准确分辨男女，六妹萧彩星，七弟萧振熙，许氏何曾放过谁？房庆儿原本为了他自己和萧红的名声，一直压抑着没有动手，因为许氏先载入族谱，他站在侧室平妻的位置上掌权，与许氏相安无事10余载。后面见许氏做事愈发狠毒，一心想夺长家之权，房庆儿当时又怀了萧福光，为保腹中幼子，才设法将他除去。若非许氏手段阴狠，萧红留下萧平南这个儿子与许氏和离，再为他寻一夫家便是，哪至于闹出人命来。抱歉，我失言了。刚才那些话你就别再提了，对你百害而无一利。你是拓跋小公主，是联姻而来的，二哥绝对不会任由妾室骑到你头上，否则父亲都会出面干预的。王叔你别生气，今儿是我失言，我以后不提这些了。亲姐姐，京师明争暗斗之地，哪怕是高门后院，也记得谨言慎行。若是这点小事便让你语无伦次，失了身份，你以后在妾室面前如何立位，又如何管住他们呢？这高门妇真不好当。自己夫君要和别的女子柔情蜜意，
他却只能抱着女儿在旁边眼睁睁看着，连生一下气的资格都没有，还得亲口同意那女子伺候在自己夫君身侧，这和凌迟酷刑又有什么区别？妾室千千万，正妻只有一人。还是那句话，任他后院女人犹如过江之鲫，你只需要抓住你能抓住的一切，让你和雪儿的日子过好一些就行了。男人的心能装下不知道多少人，抓不住就不必浪费时间。拓跋新听完点了点头，刚才心中那抽疼的感觉已经淡了许多。宴会结束后，不出1月，果然传出了萧平南要纳侧室的消息。穆家被萧红打压，日渐式微，穆小小又是穆家庶出，哪怕嫁给其余低品阶的朝臣，也未必能做正妻。既然都是做妾，不如进宰相府做。相府第二公子的妾室，哪怕旁人家里的正妻都未必比得了。妾室进门不拜堂，更不邀请亲友观礼，把人抬进去就行了。萧平南是纳妾，又不是娶妻，萧望舒回都没回去看一眼，也确实没有必要回去。穆小小进门当日，萧望舒正在斟酌另一件事，比穆小小重要千百倍的事，他要亲自去南部走一趟。不可以，南部申屠部落凶残野蛮，你带着商队南下有多危险，你知不知道？这小耗子还会站起来教训人吗？见他不说话，陈楚刚才说话的底气顿时弱了几节。我刚才是不是太凶了？我的意思是，去南部太危险，我担心你的安全，能不能不要去啊？将军，我也不是去游玩的，我有正事要办。萧望舒见他不说话，继续开口打着商量。至于我的安全，我已经向母亲提过了，我想建一支100人的假卫队，免得你们时时刻刻为我担忧。夫人真要去？真要去。现在凉秋左秋2国之间摩擦加剧，时机不等人呢，所以接下来一段时间我不在京师，就有劳将军为我遮掩过去了。不，我也要去。你怎么去啊？将军，你不要任性，你职责在身，军营里的事儿岂能撂下？不是，我没有任性，养父母那边有个事儿，我怕你听了捂耳朵，就没讲给你听，也没准备管他们。什么事儿啊？就是我那养母后面不是又生了2儿2女吗？原本早些年她和我养父一直生不出孩子，才将我捡回去养的。萧望舒点了点头，示意他继续。然后那2儿2女都不是我养父的，我养父装破了养母和村里一个官夫有染，气得一口气没喘上来，我养母犯下大忌，还气死了养父，被族老们擒了猪笼，半年前的事儿了。那时候西北边关还在打仗，养母那2儿2女被划出族谱，族老们闹着想让我回去给养父奔丧，见脸不敢为这事打扰我，便将他们镇压下来，直到我回京师，这事儿才传进我耳朵里。但是半年都过去了，我也不想为他们这些阿杂事耽误婚期，就没管他们。大战过后，国家上下减征税赋，军民休养生息。其实我这几个月在军营很闲，朝上官员丧父丧母，有100日校期可以回去守丧。正好我祖籍也在南边州郡，我们顺路去坟前看上一眼，也算奔丧了，然后再去南部。萧望舒听完，仔细算了一下时间，100日丧期3月有余。抛开来往途中耗费的时间，留2个半月商谈合作，像是也够了。也好，有将军陪着，我这一路也不至于无聊。萧望舒要陪陈楚回去奔丧，房倩儿不放心他，带着萧福光上将军府，给他送些路上吃的用的东西。你也是，在京师等陈楚回来便是了，何必非要跟着他回去跑一趟，舟车劳顿的。哎，新婚燕尔，还真是半点都分不开是吧？母亲既然知道，还说出来惹孩儿害羞干什么？这一去100日，路途遥远，车马劳顿，你这性子能耐得住？且我听说收养陈楚的那家族亲脾性不是很好。母亲放心，我的脾气也不是很好，我相信他们没有胆量拿脖子往我刀口上撞的。你是陪着陈楚回去奔丧的，到了他族里，该给他族亲颜面试还是要给。陈楚毕竟也是男人，你勿要在那些人面前驳了他的面子，
免得叫你们夫妻之间生出间隙。若是他那边的族亲欺负了你，你先别急着自己动手，回去好好和陈楚说，让他出面解决。若是他不护着你，你再不顾及他颜面，自己动手也说得过去。想来母亲就是这么将父亲拿捏住的。都成了将军夫人了，说话还是这么不正经。萧望舒连连认错，好言好语的服软，表示他记下了。你说你好端端的叫福光去看什么白马，看到现在还没回来。没回来岂不正好？今儿就都在我这里用午膳算了。哪有岳母刚嫁女儿不久就上女婿家蹭饭吃的？说出去叫人怎么看你？哪有岳母上门送这送那的？走的时候连口热乎饭都没有吃上呢。这要是说出去，叫人怎么看将军呢？还不得说他小气吗？就属你这张嘴不饶人。也好，你们姐弟也有日子没聚了，今儿我们就在你这里用一点儿。萧望舒展颜一笑，连忙让属下下去准备。牧师进门之后可还老实，没有哪里惹到母亲吧？我一个做婆母的也不与他争风吃醋，他天大的胆子跑来惹我。你是想问他惹没惹你二嫂吧？母亲知道就是了，看透何必说透呢？穆小小此女小小年纪，心计过甚，说好也好，说不好也不好。说她一心向着我们萧家，聪明些也是好的，若是一心窝里横，倒是不必那么聪明。听母亲这话，她是已经在窝里横过了。那倒还不至于，在我与你二哥面前温顺乖巧，在你父亲面前更是恭敬守礼，半点挑不出错来。那就是在二嫂面前不太温顺乖巧，不太恭敬守礼呢。你方才还说看透不说透。前几日雪儿着凉，平南过去看望你二嫂他们母女，入夜正要歇下，又听下人说穆氏高烧不退，你二哥就连忙去了穆氏那边。真病还是假病？你且猜猜。二哥也不是傻子，恐怕是穆小小真把自己弄病了吧？确实，起初我也当是个巧合，还派人去看了看。听他丫鬟说他果真是高热不退，我便拨了些补品下去。后来杜嬷嬷回来说，在他院里发现了用兵的痕迹。穆小小以前在穆府后院全是眼线，或许是习惯了自己独掌后院，第一次进相府，不知一举一动都在母亲眼皮子底下。那二嫂那边呢？我一个做继母的，不好过多插手你二哥后院的事，免得平白讨人嫌，还树一些敌。不过你二嫂近日倒是灵光不少，趁你父亲在我院子里，便将雪儿抱来给我们看。雪儿刚刚病愈，你父亲也懂她的意思，把你二哥叫去谈了几句。这几日你二哥都在你二嫂那里，府上下人也不敢轻视了你二嫂。难得见他耍点心眼儿，这总不过是二哥后院里的争斗，小辈之间的事情，母亲暗地里监看一二就是了，只要不闹大，都不用太上心。随他们去吧，免得累着自己。好，都听你的。没过几日，等陈楚把军营里的事情都安排完，便和萧望舒动身回族奔丧。两人轻装简从，只带上了秦泰、尉迟彦和10名甲卫。8天后，众人到达陈楚养父的祖籍地秉州。将军大人，郡主娘娘，这边请，这边请。当心脚下。族里坟地向来只有男人才能进来，女人呐，都没资格过来上香。郡主娘娘身份尊贵，我们今儿才破一回例。带你的路，不会说话就把嘴闭上。圣上亲封的苍月郡主，面见帝后尚且只行半礼，你们有几个脑袋够砍，该让他给那些坟上香的。我的香只敬王侯将相忠烈之士，你们老祖宗受不起。不管何等身份，既嫁作陈家妇，就得老老实实守咱们陈家的规矩。你不想在这里再添一座新坟吧？那族老立刻哑巴了，半个字也不敢再往外冒。陈将军，
你好说歹说也是我陈家收养的子孙，名字还在陈氏族谱上，你怎么能放任你媳妇儿在老祖宗面前如此放肆？将军，看来你们是不想让我们在陈氏族谱上。那行，今天这香也就不用上了，县令明日就来看你们将我除名。领路的那些人瞬间慌了神，他们刚才就是想吓一吓这个小娘皮，真要让他们把族里这么大个大官给赶出去，那怎么行？既然我已经不是陈家的人，你们以后要是再打着我的名号四处索要东西，就别怪我让县令依法处置。族长，瞧你说的什么话，快给将军和郡主道歉吧。都是一个家族的，别闹生分了。将军，我们回县城歇下吧，赶了一路也都疲累了。陈楚朝他点了点头，直接下了田埂，站到田里给他让路。他身后的12名甲卫也照做，直接给萧望舒让出一条路来。萧望舒转身往回走，陈楚一脚踏上田埂，跟在他身后。村里那些族老顿时乱成一锅粥，跟在他们身后喊叫，七嘴八舌的说起陈楚养父母对他的抚养之恩，想凭这把陈楚留下来。但他们还没追上去，锦衣卫甲卫直接站在田埂，秦泰和尉迟彦挡在那些人面前。你们不想在这里再添几座新坟吧？刀锋反射的冷芒甚是吓人，那群大讲恩义的族老全部哑了嘴，一时间无人再敢上前半步。哼，走。不出半个时辰，萧望舒他们策马回到县城里。下官见过苍月郡主，见过车骑将军。谭县令来的正好，我们正有事找你呢。郡主将军有事直接吩咐下官就是。郡主将军还是去下官府上住吧，虽比不得将军府气派，也勉强算个下榻之处。多谢谭县令的好意，不过我这人有时候就喜欢住旧楼。谭县令先与将军谈事吧。将军，我先上去歇着了。哎，你去歇着吧。萧望舒点了点头，转身上楼。将军有何吩咐？我要脱离陈氏家族，一下去督办。以后他们要是再打着我的名号犯事，该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，严禁谁再替他们上下遮掩。是。行了，你下去办事吧。还有，县城里有哪处糕点做的好吃的？啊？下官不知道啊。完了，陈将军不会是在考察我对民生有多了解吧？但真要考察我这个，也该问些庄稼收成、桥梁建造之类的问题，怎么问起糕点来了？见陈楚不说话，谭县令紧忙看向他身后带来的仆从。小姐常让丫鬟去城南那个罗婆婆的铺子里买糕点，城中也有不少员外家的夫人小姐都好那一口，想必是好吃的。将军，您看这下官这就派人去买些回来。不用了，你回去吧。啊？没事就回去，该干什么干什么。我刚才吩咐的事别忘了。是。下官告退。我们来找我们大哥，你们什么身份？凭什么拦我们？我大哥不在，那个大嫂总在吧？让他来见我们。哪有媳妇儿刚回族就撺掇着自己丈夫从族谱除名的？谁家不是男人当家做主啊？我们大哥不是娶了个郡主吗？怎么一点都不像人家话本子里说的知书达理呢？惊扰郡主，论罪是要进衙门打板子的。我们是来找大哥的，而且你们那位郡主也是我们大嫂，我们婆家做弟弟妹妹的都上门来见她了，她总不会不见人吧？婆家，抱歉，我们郡主交代了，陈将军引荐的才算是她的婆家人。烦请四位先去城南找陈将军，别扰了我们郡主歇息。就是个下人，生气什么呀？我们大哥还是将军呢。那你们大哥挺倒霉的。陈楚策马回来，提着食盒翻身下马，把战马交给客栈小二，牵到后院马厩去。大哥！陈楚眼神冰冷，扫视他们一眼，那四人顿时不敢再靠近，先后停在原地。大哥，咱们一家人过了这么多年，爹和娘一起收养的你，都与你没有血缘关系，就算爹娘之间出了那事儿，也不影响咱们兄弟情谊呀。你们在这里吵了多久？大哥，咱们就是想见见你和大嫂，也没来多久。秦泰，禀将军，他们在此吵了半炷香的时间，郡主怕是都已经被吵醒了。陈楚周身的气压顿时又低沉几分。押去府衙，按律处置。我就去买盒糕点，这4个东西也不让他安生。
没事时我都不舍得把他吵醒，你们也配？是。秦泰和尉迟彦朝身后那10名甲卫招了招手，两人带着4名甲卫直接上前捉人。哎，不是，等等，大哥，我们是你弟妹呀！爹娘当年怎么辛苦养你的，你都忘了是吧？你别被女人迷了眼。有了陈楚亲口下的命令，秦泰他们也不用再束手束脚，不管那4人怎么挣扎喊叫，他们直接将人嘴堵住，压去了府衙。我不该跑太远的，让他们吵到你睡觉了。正巧也饿了，就醒了。我发现出门在外确实得带上将军，不然我吃都吃不好。这个果花饼是这一带的特产，听说那罗婆婆做的地道，我就去她那儿买了。我尝了一下，里面包的馅料还有花瓣，味道是清甜的，不腻，还带着花香，你应该喜欢。萧望舒就很给面子的捏起一块，咬了一口试试。如何？萧望舒嘴角扬起，边嚼边朝他点了点头。真是你常吃的2样糕点，不过小地方做的糕点没有京师里的精细，我吃的味道差不多，就是口感稍微差了一些，枣泥豆沙磨的都不够细，你试试看能不能吃得惯。你这样看着我，怎么好意思吃啊？给我倒杯茶吧。哦，好。倒了杯茶之后，他摸了摸杯身，这茶已经凉了，你先别喝，我下楼给你提壶温热的茶水上来。萧望舒眼底笑意加深，再次朝他点了点头。萧望舒一行人只在这座县城停留了1天。1日清晨，一行14人收拾好行装，准备离开。谭县令赶来客栈相送，怎么也没想到陈楚他们走得这么快。郡主和将军这就要返京了吗？我久在京师，难得出京一趟，将军想带我在外面看看山水。若是有人问起，谭县令不必什么都说，只说不知道便是了。是，下官明白了。那陈家的事情就有劳谭县令去管管了，该怎么办就怎么办，不要再让他们污了将军的名声。郡主放心，将军放心，下官一定办好。千里之外，大魏京师，因为穆小小被纳入了萧家，而穆汉原本是想将穆小小送进宫中陪伴圣驾，借此向皇帝证明忠心。穆小小冷不丁成了萧平南的侧室，皇帝对此极为不满。穆汉为此和穆书浩大吵一架。没过多久，穆府传出分家的消息，穆书浩主动提出的，不带丝毫犹豫，直接带着他的生母离开，倒是狠得下心。萧红对此极为满意，甚至还派工部官员去帮穆书浩修葺了一下新穆府，可谓是看热闹不嫌事大。是夜，穆书浩坐在书房，处理完公务后，终于能抽出时间看看冯氏产业这段时间的收支。竟是亏出去这么多了吗？原以为最差也不过收支相抵，没有盈利，没想到已经持续亏损这么久了。大人，您请的客人来了，请进来吧。是。暂时亏损些也没什么，好歹他现在上了朝堂，小小也进了萧府后院，以后借萧家的事，这些钱总是要赚回来的。见过穆大人。阮掌柜，坐吧。多谢穆大人。不知穆大人深夜找我过来，有什么事要说？总不能是深夜找我来闲谈吧？穆大人公务繁忙，想必没有这个闲情。阮掌柜果然是苍月郡主带出来的人，说话也是一样的直白，所以咱们也不要绕弯了，还请穆大人直说。锦衣门里还有一批货等着我回去验收呢，耽搁不得。看样子锦衣门的生意真是不错呀，辛苦阮掌柜了，每天从早忙到晚，这个时辰还要回去验货，为郡主办事不谈辛苦。其实我今日叫阮掌柜过来，真的就是想和阮掌柜聊一聊。阮掌柜的能力我十分欣赏，郡主手下能人无数，有些时候可能没办法每个人都顾及到。像我手下就没有这么多能人志士，所以羡慕的紧啊。若是阮掌柜以后想换个地方大展才能，我这边一定扫榻相迎，倾力培养。挖他们郡主的墙角，还挖得这么礼貌客气，倒是叫他也不好把话说得太难听。穆大人赏月时，仔细看过月亮旁边的那颗星星吗？什么星星？或许是明月皎皎，这颗星又太渺小，
穆大人赏月时没有注意，其实不论阴晴圆缺，月亮旁边总有一颗星星，金星伴月。那颗星星是太白星，民间也称之为金星。哪怕月伴众星，此星也只伴月。哪怕萧望舒麾下能人无数，他阮父心也总会争到一席之地。此星只伴月，不为别的，只为他一身泥泞时，他伸手将他拉了出来，扶持他往上爬。那还真是羡慕苍月郡主能招揽到阮掌柜这样的人才。穆大人谬赞了，如穆大人所说，郡主身边能人志士众多，我也只是其中不起眼的一个罢了。始主之路，终主之事，锦衣门那边还等着我回去验货。如果穆大人的事说完了，我就不多叨扰了。今晚打搅阮掌柜办事了，路上慢走，告辞。查得如何？小的带下人去查清楚了，阮父亲早已经被他父母从族谱上除名了，甚至他沦落到相府为奴，也是被他弟弟所害。东家想用他的家人钳制他，行不通。罢了，到此为止。那郑东家的商队来得准时，队伍人数和所过文书上记载的人数正好差了14人。他们来时，萧望舒刚好向陈楚他们展示完化妆技术，众人脸上也没有太多改变，五官还是那个五官，和原先有5-6分相似，但又不是那么像。尉迟彦和秦泰带着商队回来时，看到他们都震惊了。好在他们两人脸上戴着面具，面具遮掩了他们的惊诧表情，只有露在外面的眼睛能让人看出他们的错愕。郑东家没有注意到这些，押运货物的镖师在客栈歇了半天，郑东家也趁这时间把萧望舒他们14人加进了文书上，让他们牢记自己的名姓。萧望舒用的身份正是岳吞金和岳时玉的长姐，岳氏商户的大东家岳潇潇。二弟是会起名的。岳潇潇这个名字也挺好听的，以后还能喊夫人潇潇。你不觉得喊我潇潇很像二哥喊穆小小吗？那我还是喊你夫人吧。你喊我潇潇不如喊我阿月。我记得族亲里面还有一个没怎么见过的叔公，好像名叫潇潇，同音不同字。阿月。兄长也是图个方便，长姐偶尔才出门一次，用到这个名字的时候不多。你不要说话，侧头看窗户。这些胭脂水粉竟有这样的作用？资源有限，工具不多，凑合看吧。下一个，秦泰，过来吧。是。1日上午，商队出境的文书办得很齐全，守关将士仔细核查之后，让下面放人。通过检查，离开大魏国庆，萧望舒一行人再次戴上面具。那郑东家之后要带商队向东，去往华都。离开之前，叮嘱萧望舒他们2个月后，我们就在此处会合，请各位牢记时间。好。和郑东家的商队分开之后，萧望舒带队往西，日渐靠近申屠部落。他早先安排的人也早在这边候着。出境之后，就一直在申屠部落周边生活，跟着蛇人学习怎么和申屠部落族民沟通。这一学就是几十天，盼星星盼月亮，这些人终于把岳氏的东家盼来了。庞叔，这是我们长姐，岳氏商户的大东家，那边是长姐的夫君，我们姐夫。大小姐，老奴未曾见过大小姐，一时没认出来，失礼之处请大小姐见谅。无碍。长姐性情冷清，不爱说话，没有怪罪你的意思，庞叔别紧张。姑爷。有了萧望舒的例子在前，陈楚很给面子的了一声，而且这声姑爷叫的确实让他觉得好听。镖局那边探到新路了吗？还没有，下面的人都已经尽力了，只是山脉里面寸步难行，还请小姐耐心再候一段时间。慢慢来吧，稳一点，不急的。谢小姐体恤。阿月，你瞧这几串竹片，它挂在窗外，风一吹还能响。应该是个风铃吧，不知道这边怎么叫它。如果换上琉璃片或者铁铜片，风一吹，声音会更加清脆的。陈楚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，记下他的话。你是派人在云阴山脉里面探路吗？其实
从魏国到梁丘、左丘这2个弹丸小国，也不一定必须经过申屠部落。梁丘、左丘靠山面海，如果能翻过阻隔在魏国和这2国之间的云阴山脉，是可以避开申屠部落，从魏国直达这2国的。但山脉里面地势复杂，林木遮天，猛兽出没，想在这里面探出一条路来，未必就比横穿申屠部落简单。云阴山脉太大，很容易在里面迷失方向，且有剧毒蛇虫和凶猛兽类出没。当年宰相曾设想横穿山脉，南下攻打梁丘、左丘，但是派进山脉里面探路的士兵都折在了里面。这些我都知道，但是这条路至关重要，总要有人做第一个打通它的人。你保护好自己，干什么之前先和我说一声，我陪你去，你不要一个人以身涉险就好了。好。那我们这次来干什么？只有2个月时间，足够办事吗？足够。梁丘、左丘本来就是异国分化而来的，2国国君其实祖上是一家，都想从对方手中收回另外一半国土。尤其是左丘国君，近些年来动作频繁，闹得很有看头。趁他们2国现在正乱着，我们上去插一脚，伺机而动。陈楚听得半懂不懂，话是听清了，但还是不知道他想干什么，只晕乎的跟着他点了点头。长姐、姐夫，休息好了吗？我们派去和申屠族民商议过境之事的人回来了。情况如何了？还是被赶回来了。申屠族民十分排外，而且自从咱们魏国宰相早些年攻打过南方开始，他们首领就下过令，不接受任何外人借道，尤其是魏国人。他们如何商议的？老奴没来得及问清楚，杨管事和他带去的蛇人这会儿都在前面候着，小姐和少爷可以直接过去问他们。什么情况？说说看。我们在这边和申屠部落边缘生活的族民认识了一段时间，起初他们还很排斥我们，后面我们教了他们许多耕种方法，还送了他们不少食物和生活器具，相处起来就渐渐好些了。但申屠首领下过严令，禁止外人入境。我们每每和那些族民商议此事，不管先前谈得如何和谐，提起此事，他们就立刻翻脸赶人。他们很畏惧首领，不敢违背申屠首领的命令。我们想要从这里借道去往梁丘、左丘2国，恐怕有些悬了，除非能让他们上面的人下令放行。那你们再讲讲你们认识的那些族民衣食住行。衣食住行？想和人家谈生意，连人家具体缺什么都不知道。哦，那些族民身量魁梧，据说是数百年前魏国开国之战时从北部逃来南方的一部分人。后来魏国占据大半天下，分割了南北，申屠部落族民就在此南部安家。数百年下来，他们的生活习性与南部之人无异。要真说个特别的出来，那就是他们嗜好非常甜的食物，有时候粮食不够，他们会拿囤积的糖块撑过去。继续说，还有吗？旁的倒也没什么特别的，生活上住的穿的都不缺，就是这边土壤不行，耕种产出的五谷少了一些，稍微碰上点什么旱涝就吃不饱肚子了。他们靠海吃海，难道还填不饱肚子吗？这个说来就话长了。梁丘、左丘2国一直用申屠部落抵挡大魏铁骑，申屠部落御敌所用的兵器也全都来自于这2国，不止兵器，还有耕作生活的铁具、部分粮食衣物等等。那2国还在申屠部落设立了制盐厂，申屠部落所使用的细盐全都来自于那里，他们互帮互助，相辅相生。有盐，靠海，不管腌制多少鱼肉，都不至于饿着肚子才对啊。怎么，是没船吗？是，就是没船。申屠部落若是反口，不想受人牵制，以他们的战力，攻下梁丘、左丘不是问题。梁丘、左丘那2位国君恐怕也是防备着这一点，才不敢让申屠部落的族民吃得太饱，生怕喂饱他们之后，自己就要以身饲虎了。至于战船铁矿，
那就更不可能给了。看似是互帮互助，相辅相生，其实只是梁丘左丘对于申屠部落单方面的牵制和利用罢了。申屠部落一没有制盐的技术，二没有背靠铁矿，三没有捕鱼的船只，内部口粮都被人握着，外部又有魏国军队虎视眈眈，他们不得不拿起梁丘左丘给他们的兵器，替那两国挡住魏国的铁骑。而那两国既不能把申屠部落养得太好，也不能把他们养得太虚，既要保证他们能够抵御外敌，又要保证他们不能反咬自己一口。萧望舒似笑非笑，叹了句：“也真是辛苦了。”小姐说的极是，正是如此。既然如此，那就提供他们需要的，换取我们需要的。长姐的意思是？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拿纸笔来，我要给申屠首领写封信。既然那些族民不让我们人进去，帮我们传个信总不过分吧？小姐稍后，老奴这就去准备。姑爷这身板看着倒是比申屠部落那些族民还要魁梧。我们走南闯北，还很少见到姑爷这么高壮的人。姑爷应该是北方的吧？南方的。小姐，纸笔取来了。萧望舒点了点头，压下心中的疑惑，提笔书写。许是他想多了，中部和南方应该也有不少身量魁梧的男人。萧望舒写给申屠首领的信刚让人送出去，没过几日，一批穿着简陋盔甲的壮汉就把他们居住的寨子包围了。尉迟彦被人压着，敲响萧望舒的房门。秦泰他们没得到萧望舒的命令，也不敢妄动，和庞叔他们一起抱头蹲在一旁，时刻注意着尉迟彦那边的动作。终于，房门从里面打开，陈楚看了眼门外略显杂乱的风景，此刻无比庆幸他陪他一起过来了，让他一个人面对这些，那还得了？今儿这么热闹啊！张姐，这是申屠首领派来的人，他们的首领要见你。见就见吧，我也不是见不得人。难为申屠首领还整这么大的排场，既然是申屠首领想要见我，我跟你们走就是了。把这里的人放了，别影响他们赚钱。我相信申屠首领的原话是让你带我去见他，不是让你与我作对的。为首那壮汉表情凶狠，也不知道听懂没有，嘴里冒出一串晦涩语言。小姐，他说让你别耍小心思，老实点，不然拧断你的脖子。看样子蛇人也得带上，不然我和你们首领鸡同鸭讲，叽里咕噜的说不上话。走吧。申屠部落这些士兵为什么不去压前面的萧望舒和陈楚？难道因为他们两个人表现得很自觉，丝毫没有反抗？4天后，萧望舒他们被押到了那位申屠首领面前。他们进屋时，那申屠首领申屠义怀里还搂着一位风韵犹存的美妇人。那妇人衣着华丽，甚至比申屠义穿戴的都要好许多。见萧望舒他们一群戴着金面具的人被押进来，那妇人也没多管他们，朝申屠义交代一声，随后在侍女的搀扶下离开了屋子。刚才押人是气势汹汹的那些士兵，此刻面对这美妇人，纷纷垂下头行礼，十分尊重，可见这妇人地位不低。但萧望舒心中在意的不是那妇人的地位，而是她的长相。不知是他看黄了眼还是什么，他总觉得那妇人怎么有几分像陈楚。萧望舒压下心中疑虑，在他们身边压他们的那些将士里，为首的将领朝申屠义叽里咕噜说了一串。申屠义只摆了摆手，示意他们退下。那些人躬身离开。申屠义看向萧望舒，又是晦涩难懂的说了一串。小姐，申屠首领让你仔细说说你的打算，说不好就自裁。竟然敢这样威胁他，当年我们南下就该拼命把这破地方踏平。申屠首领说话还怪有意思的。我能为你提供什么，需要你配合我做什么，都已经在信上写得明白清楚。你现在还想听我仔细说些什么吗？申屠义坐正身子大笑2声，神色有些狠厉，又说了几句。小姐，申屠首领问他怎么能相信你，
万一你是魏国派来挑唆关系的细作怎么办？申屠首领，恕我直言，就你们和梁丘、左丘这关系，还需要我挑唆吗？左丘国君野心勃勃，一旦等他吞并梁丘，到时候他们两国之间不再互相约制，左丘国君未必还会对你们这么好，就怕到时候他对你们压迫的比现在还要严重。见申屠义不说话，任何时候与其靠人不如靠己，你们和我合作，等我的生意谈成，饴糖、谷米、渔船这些都会送到你们的手上，还不够吗？申屠义再次开口，我如何相信你们？你们若是过境之后不认账，或者是反统一刀怎么算？说到底筹码都合适，就是不信任，是吗？萧望舒说完，只见申屠义坦然点头。萧望舒见状笑了笑，朝尉迟彦招了招手，长姐，既然首领如此不信任我，没办法了，我就只能将我们的三弟压在你这里，如何？长姐，我去谈生意的这段时间，就有劳贵部照顾好我三弟。他身上若是缺了半点，我们做姐姐做兄长的都是会心疼的。等我生意谈完回来，再带上我该带的筹码，来找首领换回我三弟，如何？申屠义听完，直接笑着站起来，让他们的部下进来，紧接着又朝萧望舒说了些什么。越打东家爽快，那我们就成交了。你们的这些武士可以留下照顾你们三弟，我们派部落勇士护送你们去西边两国。那些部落勇士明是护送，暗是监看。至于秦泰他们，留下照顾尉迟彦不假，和尉迟彦一起当人质也不假。陈楚听完心里一紧，拉住萧望舒的手，谁压在这里都行，他不压，他要陪着他一起去办事。首领果然干脆，那我们就成交。我只带走我夫君和4名蛇人，其余人留在贵部，有劳贵部派勇士随我们一起西行。那首领看了眼陈楚，脸上笑着勉强点了点头，只带走一个不碍事，反正这么多人压在这里，还有他的三弟，他总是要回来的。再不济，要是他们实在不老实，那就让部落勇士在路上将他们诛杀。在尉迟彦和秦泰那充满怨念与担忧的目光下，萧望舒和陈楚离开了寨子，向西出发。20名部落勇士跟在他们身后，沿途为他们打通关口。这一路畅通无阻，萧望舒直抵梁丘国君的金殿。你们过来什么事？我们的首领遇到一个很有趣的商人，能卖给我们很多好东西，他还想和国君您谈一笔生意，首领就让我们把他带过来给国君瞧瞧。你要与寡人谈些什么？精盐铁矿，换取我们助陛下收回左丘国土，同时我们也愿意为陛下提供来自中原的作物禽畜、布匹器具，以示诚意。大言不惭！你这商人如何助寡人收回国土？能与不能，陛下还没有听我细说，何必先否认呢？我们不能，申屠部落的勇士却是可以的。这魏国行商的小娘子真是好大的胆子，首领答应过她这些吗？你只带1名蛇人，随寡人过来，其余人就在殿上等候。陈楚直接拉住了萧望舒的手腕，申屠部落那些勇士也纷纷看向萧望舒，生怕他背地里搞什么小动作。国君愿意听我详谈，是我的荣幸。各位不希望打乱我的商谈进度吧？毕竟我早些谈完，大家也好早些返回复命。那些人有些犹豫，但好歹是没有阻拦。萧望舒转头看向陈楚，另一只手握住他的手捏了捏。没事。陈楚抿紧唇，松开他的手腕，目送他带着蛇人和那梁丘国君走进偏殿。他回去以后要从军营找几个赤兵，教他说南部的话。你想让申屠部落出兵助寡人收回左丘国土？痴人说梦！一旦他们出兵，不仅会夺了左丘国土，连寡人的梁丘都难以逃脱。陛下放心，申屠部落打不过来，在他们掠夺2国土地之前，我一定能够让他们老实回到他们的部落。你一行商的小女子，有何底气说此大话？陛下，我一行商的小女子尚且知道，陛下再不反击，
左丘国君迟早要杀你夺国。左丘国君手上握着申屠部落内部的大半制盐场，左丘领土内的铁矿也比凉丘国内的要多，申屠部落不敢轻易和他们翻脸的。现在我好不容易说动申屠首领，让他有心与左丘一战，陛下您却踌躇不定，实在是叫人着急呀。申屠首领性情如何，我很清楚，若是让他夺得两国领土，恐怕我的生意更不好做。陛下您素来宽仁守信，精研铁矿，我相信这些东西只有握在陛下您的手上，我才能放心运来作物禽畜与您交易。为此，我们必定会竭力相助于陛下，还请陛下平息战乱之后，愿与我们长久交易。你究竟有何底牌？摊开来说清楚，大家才能放心，不是吗？要说底牌，其实也不算。我只需在申屠部落快要助陛下攻下左丘的时候，一纸飞书传到京师，让大魏宰相知道这边的战况即可。你是魏国的细作，陛下言重了，我只是一个商人。魏国才经历过一场大仗，陛下应该有所耳闻。其实魏国军民正在休养生息，短时间之内不会大动兵戈，也不会打到南部来的。如果陛下您与申屠首领速战速决，他助您收回左丘国土，就立刻收手，魏国也来不及插手。但要是南部内讧，那就不一定了。魏国宰相一定会派兵到边疆监看的，一旦申屠首领有别的心思，继续率兵与您争夺国土，北方的魏国军队随时都有可能南下夺他部落。到那个时候，魏国这把刀悬在头上，由不得他不回去。如果申屠部落出兵相助寡人，你就让寡人为他们提供军粮和兵器，甚至渔船。那你呢？你在中间就是传传消息，坐收渔翁之利。陛下，首先我付出了我的时间和精力，我要在凉丘、申屠、魏国三方之间周旋。还有，为了来见陛下一面，我将我们三弟都压在了申屠部落了。而且战后，为了能顺利和陛下您交易，我们还得在申屠部落借道，借道自然免不了买路钱。与陛下交易的时候，运送货物、马车、商队都是钱，都是成本。陛下还真是冤枉我们了，为了与陛下谈一笔生意，我们付出的可不少。凉丘国君的脸色稍微好看了点儿。那就这样定下了。若是你们能解寡人之急，以后凉丘境内任由你们出入交易。多谢陛下。10天后，因为押运了一部分粮食和兵器，萧望舒他们这一趟回申屠部落时，耗费的时间要比去时稍微长些。申屠一看到这些押运回来的东西，对萧望舒的态度也是肉眼可见的转变。岳大东家辛苦了，你们三弟在部落过得很好。多谢申屠首领照顾舍弟，这是凉丘国君合作的诚意，也算是定金。只要首领助凉丘国君夺得左丘国土，这信上承诺的一切都会兑现。岳大东家真是个奇女子，周转于两邦头领之间谈生意，还谈得这么漂亮。申屠义将信件揣进怀里，信上面盖着凉丘国君的印章时，这就不再是一封信件那么简单了，这是他们军队的过境文书和粮草辎重保证。我该做的都已经做了，只待首领发兵相助，粮食、船只，凉丘国君都会先后运过来，只剩下一些饴糖谷物还未兑现，我这就回去调商队运送过来。不知首领现在可否放了我三弟呢？自然。那我们这就告辞了，申屠首领合作愉快。申屠义很是客气，招来他的2个儿子，让他们2人送萧望舒一行人离开部落。萧望舒看了眼他们2人，压下心中翻涌的思绪，笑着道谢。申屠义的2位王子，年长些的3王子名叫申屠蒙万，年幼些的4王子名叫申屠凤勇。别说萧望舒看到这2人觉得惊讶，就连陈楚都意识到不对，这2人与他生得好像，他们3人身量都差不多高，
模样也有4、5分相似，想让他不注意都难。好在陈楚一路都戴着面具，萧望舒一行人并未说些什么。直到申屠蒙万和申屠凤勇把他们送离部落，他们回到之前居住的竹木寨子之后，尉迟阳和秦泰才敢放开嘴说话。申屠王妃在部落里极受尊重，与申屠义关系也很不错。这2位王子同出一母，都出自现在的申屠王妃。在这2位主子上面，还有一位大王子，名叫申屠阳嘛。因为他残了双腿，不便于行，所以一直关他在自己屋里，只有王妃经常过去探望。我们第1天被押去申屠部落的时候，在申屠义屋子里看到的那个妇人，是不是申屠王妃？是的。萧望舒了然，向后靠在椅背上，有个大胆的想法在他脑中渐渐成型。长姐，你们先下去休息，这事儿不要传扬，只当不知就行了。是。申屠部落的往事，你应该也听说过。申屠义杀了他兄长申屠萧，夺取部落首领之位，最后他衰残了他兄长才3岁大的儿子申屠阳望，强占刚出月子的嫂子，封其为王妃，为他诞下2个儿子。据说当年是申屠王妃以死相逼，才保下了他的大儿子一条命。至于另外一个刚满月的孩子，都说他已经丧命在2位首领的权力争斗之中，无人知晓真相。那个孩子如果留在申屠部落，以申屠义的心性，也不会让他平安活下来。看如今的申屠阳望便知，他会是怎样的下场。陈楚极有可能就是那个刚满月的孩子，而且丢弃他的不是旁人，可能正是他的生母，为了保他一命的申屠王妃。3岁的申屠阳望被申屠义一摔致残，可想而知，若是换了才满月的孩子，那么摔上一下必死无疑。沉默许久后，陈楚终于回握住萧望舒的手，开口商量：我们就当不知道这回事，什么都不要说，好不好，阿月？申屠部落并未归顺魏国，并且还击退了魏国南征的军队，对魏国来说，他们是敌是友一目了然。他这个身份会牵扯出太多事情来，甚至可能因为这个身份遭到宰相的怀疑。即使宰相不怀疑他，这样的身份也会让他在魏国寸步难行。他只想好好待在他身边，保护他，陪着他，不想成为他的麻烦。至于血亲，从未见过面，他谈感情未免假了些。好，别怕，你是我选的夫君，你我夫妻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他不需要他的夫君多么强大，因为他自身已经足够锋利尖锐，他有能力伤害许多人。他需要他的夫君尊重他的事业，立场坚定地站在他身边，无论在何种情况下，他必须是他唯一的立场。所以他说，世上不会再有任何一个人比陈楚更适合做他的夫君。郡主他们去了多少时日？乔夫人惦记的，已经2个半月，快3月了，约莫就这半个月的时间，半个月之内，郡主和姑爷就该回京了。房庆儿闻言点了点头，继续绣荷包上的祥云。萧如雪在拓跋心怀里坐着，踢了踢脚，咿呀喊了几声。雪儿是不是饿了呀？饿。去让小厨房用水果做些糊泥来，望叔和福光小时候吃的那样。是，多谢母亲。唉，不过你也不能这样连日的待在我院子里。你这样，纵使平南想去你那儿和你聊聊，他也找不到你的人。夫君平常很忙，每月只有月初月中来我房中2日，看一看雪儿。他用了他能用的所有手段，用几乎强求的方式，通过萧红让萧平南留在他这里。同时他也能感觉到萧平南对他的耐心渐渐告竭了，再强求下去，恐怕他看到雪儿都会生厌。罢了，随他去吧，他现在也不逼他。他每月记得按时来他房中2日，全了他的正妻名声就行。他们之间井水不犯河水。方庆儿听完轻轻叹了口气，也没再多说什么。个人有个人的路，他的建议未必是好的，谁的路都得靠自己去走，多说无益。